大家好，開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給人間煙火點個訂閱，我將會分享更多優質的內容。我站在陽台上給丈夫發消息，在幹嘛？他和副駕上的女人吻得難捨難分，騰出手來回我，在想你，老婆。我忙完工作就回家，抱抱。可他不知道，被他吻着的女人正在跟我通話中。手機裡傳來女人撒嬌的控訴：“哼，你不是說只愛我一個人嗎？”他咬了咬他的耳垂，打幾個字而已，又不用交出真心。後來我拿到民政局的綠本，和他分道揚鑣。他紅着眼拽住我的行李：“段優男，你跟我結婚這麼多年，到底有沒有愛過我？”我戲謔看他：“結婚而已，又不用交出真心。1個月以前，程默要去國外出差，這是我們在一起之後最長的一次分別。他從臥室走到門口用了半個小時，對我又親又抱，撇着嘴，差點要哭出來。老婆，我捨不得你，真想打包把你一起帶走。我笑着打趣他，活體托運不能超過30公斤，更何況……他問我，更何況什麼？更何況我已經懷孕了。可是這句話我沒有說，在他的下巴上親了一下。沒什麼，快走吧，回來給你一個驚喜。要是他知道我懷孕了的話，一定會取消行程，立馬帶着我去醫院，把所有能檢查的都檢查一遍。但我不想讓他分心，這次的跨國合作很重要，是他事業的轉折點。他沒多問，最後緊緊地抱了我一下。從家到機場開車要1個半小時，我算了算時間，準備給他發消息，問他到了嗎？手機彈出來一條好友申請，驗證消息是：你老公在我手上。我愣了一下，以為是什麼惡作劇，但還是通過了這個好友申請。他的微信名叫 Tree， 頭像是臉頰比心的自拍，是個很年輕漂亮的女孩，眉眼和我年輕的時候有些相似。你好2個字，我還沒有發出去，他立馬發過來一張照片，是2個人在車裡的牽手照。他雞爪子一樣的美甲上抓着的是程默的手，我認得。骨節分明的右手無名指上還戴着我們剛在一起時我親手做的戒指，做工很粗糙，刻字也歪歪扭扭，他從來都沒有摘下來過。他說：“黃金和鑽石怎麼比得上你對我的愛？”可現在他的手和別人十指緊扣，那個人還找上門來跟我說：“你老公在我手上。”心口一震，寒意席捲全身，握着手機的雙手開始發麻，甚至小腹也傳來隱隱的疼意。我穩了穩心神，控制住顫抖的手，給他回了一個等他回復的間隙。我把他的朋友圈從頭到尾翻了一遍，他朋友圈下面的一句話介紹裡寫的是：“把小黑拴在小 tree 上。”朋友圈的背景更諷刺，是一隻小黑狗抬腿在樹上撒尿的樣子。我給程默的備註是：“程黑犬。”他剛知道的時候很生氣，鉗制住我的雙手，把我按在床上。段女士，我要是狗的話，也肯定是泰迪。後來他欣然接受我對他的這個愛稱，還說：“這個世界上恐怕也只有你說我是隻黑狗，我不會生氣了。”翻到最下面，我找到了這個女人的名字：柳芝芝，22歲，剛畢業就進了程默公司實習的同校師妹，2個人在一起快1年了。她的朋友圈幾乎是2個人的戀愛日記。程默跟我在一起的時候，不忘哄她：“小狐狸別咬人，我伺候完家裡的就去陪你。”他給我買的補品，不忘給他也帶一份。他會在朋友圈炫耀，配上自拍，怎麼不算是他親手養大的花泥？那些跟我說出差的日子裡，幾乎次次都把他帶在身邊。錯過我們結婚紀念日那次，我體貼地跟他說：“沒關係，結婚紀念日每年都有。”
不差這一次。他前腳說着老婆對不起，等我回來一定會補償你，後腳就在海邊跟我求婚的地點同樣對他單膝下跪。他很感動，在朋友圈說，因為是你，所以此生僅此一次，僅此一次的愛情，還是僅此一次當小三。我覺得自己真是蠢得可笑，居然被瞞了這麼久都沒有發現。他配圖裡滿天絢爛的煙花是 P 的，婚紗是租的，但30萬的鑽戒是真的。我見過那張鑽戒的小票，他當時騙我說是送客戶了，我從來沒有懷疑過。可柳芝芝是哪門子客戶？愛情客戶嗎？我不想再看第二遍，把柳芝芝的微信截了個圖，準備發給程默。對話框剛打開，程默報備的消息已經發過來了。老婆，我已經開始想你了。我不在家的這段時間，一定要好好的照顧自己，要不然我會心疼的。網上看去，幾乎全是他跟我說的情話。我們在一起8年，他好像總有說不完的話和無窮無盡的分享欲。我之前問他，老夫老妻了，這樣不膩嗎？他說，對愛的人怎麼會膩呢？截圖沒有發出去，滿腦子都是柳芝芝朋友圈的內容。我開始有些懷疑，我對於程默而言還是對的人和愛的人嗎？思緒被手機的消息提示音打斷，我點開柳芝芝的微信，她回答我發過去的問號，不明顯嗎？我打算上位，程默的航班要飛6個小時，在這6個小時裡，我把手機砸了，歇斯底里地坐在床邊，用拳頭敲着自己的太陽穴，哭到眼睛又癢又疼，嗓子乾啞得要命，甚至把抽屜裡的驗孕報告拿出來，想要撕個粉碎，但是最後還是沒有捨得，僅只是揉成了一團。我不明白程默為什麼會出軌，他不愛我了嗎？不，他應該還是愛我的。我今年30歲，年初的時候，因為工作太忙生了一場大病，1.7米的身高，體重只有80斤，他難過得不行，在病床前照顧了我2個月，連護士都說，你老公對你真好，比護工還仔細，端屎端尿他都親力親為，甚至每次貼心用濕巾替我擦一遍之後，還用乾淨的熱毛巾再擦一遍。他說，我知道你愛乾淨，別人照顧你我不放心。那個時候我想，我沒有嫁錯人，這輩子就是他了。等我恢復的差不多的時候，我就提了辭職，把手上的工作和客戶都交接給了程默。於總送我出公司的時候，很是惋惜。其實你想備孕的話，可以減少工作量，不一定非要辭職。這麼多年辛苦啃下來的項目和客戶，就這麼給他了。你知道的，我一向覺得他不如你，要不是你一直……正好程默開車過來，怕被聽見，我趕緊打斷他，放心吧，他是我丈夫，有什麼搞不定的，我也不會不管。回家路上，程默一只手開車，一只手牽我，牽得很緊，像是生怕把我弄丟。到家之後，立馬把自己的工資卡給了我。他說，老婆，以後我養你，你想幹嘛就幹嘛。可我怎麼也想不到，那個時候的他已經出軌了。現在他的出軌對象甚至直接找上門來挑釁。我用了6個小時讓自己冷靜了下來，從一開始的惡心嘔吐，到把自己泡在浴缸裡洗個不停，再到翻出櫃子裡的紅酒猛地喝下好幾口，我才從臥室的角落裡撿回我的手機，給柳芝芝回復，就憑你。發瘋過後，我很快就理智下來了，和程默大吵一架，最後提出離婚。這不是我要的結果，是柳芝芝想要看到的結果。所以哪怕柳芝芝每天都在給我發消息刺激我，我都沒有回復一句。她應該是從程默那裡了解到了我的作息，每天在我睜眼的時候，雷打不動地給我發一張截圖，
內容無外乎是他和程默的曖昧，或者對我的嫌棄。從這些聊天記錄裡，我大抵明白了程默出軌的原因。他說，給段優男端過時候，我好像有點陰影，跟他在床上老是會想起那些畫面，總覺得能聞到股臭味，不像你，香香的。我是一個很要強的人，剛開始生病的時候，我不想讓人替我收拾，硬是撐着渾身的酸軟疼痛，想要站起來。在病房裡摔了一跤之後，把醫生嚇了一跳，檢查了好幾遍，確定沒事。醫生責怪程默：“你們條件也不差呀，連個護工都不給他請嗎？”程默滿臉自責，沒有解釋。他知道我不想找護工，是因為覺得沒有尊嚴，所以熬夜看資料，去找經驗豐富的護工學習，把我的尊嚴親手捧起來。可是卻又在柳芝芝面前碾到粉碎。程默在國外談併購，這次如果談成了，年薪1000萬，直升2級。而談判最後一天的時候，我給對方老總打了個電話：“老同學，有個合作想聊聊，感興趣嗎？”談判桌上，對方挑了程默好幾個毛病，直接退場，把人晾在會議室裡了。程默給我打了好幾個電話，我沒接，卻接了於總的來電。我就說程默靠不住，他的能力哪裡對接的了這種大合作？他最近也是飄得不行，怎麼能犯這種大錯？掛了電話，我給他回消息：回去上班的事，我需要考慮一下，最近有些家事要處理。消息剛發出去，程默就給我發了一張回國航班的截圖。不到3秒，撤回了，補了一句：“老婆，我明天回國了，有沒有想要的禮物？”我淡淡的回復：“沒有。”然後查了一下他的信用卡記錄，買了一只68萬的愛馬仕包。柳芝芝挑釁的消息，不出意外的也發來了。你猜他明天回國是先找你還是先找我？從程默撤回航班截圖的時候，我就已經知道了，他不讓我去接機是為了見他。柳芝芝的報備比程默還要仔細，程默只給我發了一句：“我上飛機了”，就再也沒有消息了。倒是柳芝芝接到人了，給我發了一張照片，去酒店了，又給我發了一段視頻，甚至2個人小別勝新婚結束後，他直接給我打了電話，第一句話是：“想不想知道程默他愛的人到底是誰？想嗎？不想。”剛和程默在一起的時候，我幾乎是每天要問他一遍：“你愛不愛我？”把他從一個连點頭都會害羞的人，養成了張嘴就是情話、大方表達愛意的好好先生。他以前時常說我笨蛋，把感情看得太重了不好，受到傷害會比對方更走不出來。當時我跟他說：“那你不要讓我受傷就好了呀，因為我的愛已經全部都給了你了。”婚禮上，他同樣用這段話承諾我：“段優男，我這輩子所有的愛都給了你，終我一生疼你、愛你，不會讓你受到一絲一毫的傷害。”可他不知道，越是重感情的人，越是絕情。他愛不愛我，在我心裡已經不重要了。我腦海裡所有的想法，都是該如何讓他感受到我得知背叛後的痛苦。晚上8點半，距離程默下飛機已經5個小時了。從柳芝芝沒有掛斷的電話裡，我得知他們已經到了樓下，走到陽台邊向下看，2個人吻得難捨難分。那個68萬的愛馬仕穩穩地挎在他的胳膊上。我打開微信給他發了個消息：“不是應該早就落地了嗎？這麼久沒回來，你在幹嘛？”從電話裡聽到他手機的提示音，是我的專屬提示音。他立馬推開柳芝芝，給我回復：“在想你。”落地先去了一趟公司，把工作交代一下。老婆，我忙完工作就回家，抱抱。
柳芝芝湊着腦袋過去看了一眼她的手機屏幕，然後不滿地發出一聲嬌哼：“你不是說对那個老女人沒有感覺，只愛我一個嗎？那你說這些是什麼意思？”程默趕緊把她抱在懷裡哄，吻得她面紅耳赤之後，咬了一下她的耳垂，打幾個字而已，又不用交出真心，很難形容我當時的感覺，就好像零下10幾度的冷空氣，把心臟冰封了好久。突然，有人用尖利的鎬頭砸了一下，從心臟最中間的位置開始往外滲血，然後凝固的血摻在碎冰塊裡，一點一點下落，有點窒息。柳芝芝把手伸進程默的兩腿中間，不是跟他說在忙工作嗎？要不要去我家再工作一下？程默給柳芝芝在我們樓下租了一個房子，這是我當天才知道的事情，忍不住去想，那些他找借口出去的晚上，應該都是去找他了吧？不到1個小時，他穿好褲子回來，西服裡面的襯衣皺皺巴巴的。我在心底裡嘲諷地笑了笑，真是時間越來越短了。他推開門回到家，第一時間就是找我：“老婆，我好想你啊，快讓我抱抱。”我在他朝我走來的第一時間，把保溫杯裡的開水潑到他身上，他疼得齜牙咧嘴：“你這是幹嘛？我又哪惹你了？”人在疼痛的時候做出的反應都是本能反應，他對我的愛裝不出來了。不幹嘛？去晦氣。程默皺了皺眉，以為我是在說收购談判那件事。他彎下腰，蹲在我面前：“老婆，是不是於總又跟你抱怨了？他就是看不慣我，所以總挑我的刺。這次出國談判真的是個意外。要不你給你的老同學打個電話，求求情。”我踹了他一腳，輕蔑地看向他：“打了。他說你太沒用了，他說跟你這樣的人談判實在是太掉價了。”程默，這麼多年你怎麼一點長進都沒有？沒有我幫你，你連這點小事都辦不成嗎？你是個廢物嗎？殺人誅心！我沒必要跟程默撕破臉，把柳芝芝的事情抖出來，因為我知道刀子要往最疼的地方扎。程默果然怒了，他低着頭，氣到喘着粗氣。從小到大，他最討厭別人說他無能，後來又怕別人說他是個吃軟飯的鳳凰男，所以一直想在事業上超越我，證明他自己。我辭職那天，應該是他跟我結婚以來最高興的一天吧。我想他會去找柳芝芝偷腥，應當就是為了滿足從我這裡得不到的那些大男子主義。程默氣得渾身發抖，他猛地一下站起來，抬手指着我的鼻子：“段優男，現在是你沒有工作，是我在養着你。”果然，這樣的話他還是說出來了。我辭職以前，身邊的人勸我，真心瞬息萬變，女人還是要獨立一點。萬一以後程默覺得是他在養着你，覺得他付出的太多，你哭都來不及。我當時不相信會有這麼一天。我說：“不會的，他很愛我，他不是這樣的人。”可以現實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，很痛，但讓我很清醒。我坐在沙發抬頭看他，可就是有一種居高臨下的感覺。程默，這個家裡的錢可大部分都是我賺的，沒有我你連工作都保不住。到底是誰在養誰呀？程默摔門離開，去找了柳芝芝。半夜程默睡着後，他給我發了一張照片，是程默裸着身子睡在他身上的樣子，他胸口的紅痕清晰可見。柳芝芝，看來他很快就要把你像臭抹布一樣扔掉了。我放心，不會便宜你的。第二天，我在醫院做人流手術的時候，程默給我打了個電話：“你在哪？我們談談。”醫生喊了我的名字，我沒有回答，直接掛了電話。雖然和程默的孩子我不想要了，但是身體是我自己的。我直接托人在月子中心
辦了一個坐小月子的服務，一共住了7天。7天裡，程默瘋了一樣的到處找我，急得我爸媽都給我打了電話。我借口說自己在旅遊，糊弄過去了。離開月子中心的時候，我先去見了於總，開門見山地跟他說我要離婚。他驚訝地瞪大了眼睛，但很快就點頭贊同。要我怎麼幫你？我讓他幫我演一場戲，我要讓程默主動跟我離婚，並且淨身出戶。沒有什麼比這樣更快的方式了。於總在公司給程默施壓，讓他找我想辦法，否則不僅會辭退他，還要讓他賠償公司的損失。他硬着頭皮回家哄我，還買了我最喜歡吃的手工巧克力，替我捏着肩膀。老婆，我知道那天是我不好，我不該說那種話傷你的心。這些天你不在家，我都難受死了，簡直度秒如年。我們以後再也不吵架了，好不好？我聳了聳肩，抖開他的手，嫌棄地翻了他一個白眼。程默，我能跟你結婚你就偷着樂吧，像你這樣的男人滿大街都是，現在還給公司捅了這麼大的簍子，你知道我有多丟人嗎？沒用的東西，無事獻殷勤，你又想搞什麼把戲？不會是打算讓我幫你收拾爛攤子吧？他氣得脖子上的青筋都凸出來了，氣得緊咬後槽牙，雙眼猩紅一片。我悠閒地喝了一口茶，接着看小狼狗的擦邊視頻。程默在原地心理建設了好久，才擠出一個笑臉，蹲在我面前。老婆，我們是夫妻，遇到事情就是應該相互扶持，對嗎？你就再幫我最後一次吧。他說着说着，甚至想湊過來吻我。我用力一巴掌扇過去，5個指印清清楚楚地刻在他臉上，把他打得發懵，目光呆滯。我平靜地開口：“你吃屎了！”嘴裡一股臭味。說完，我感到一陣神清氣爽，拎着包不在意他死活地出了門，故意在單元樓門口等了一會。通過化妝鏡看到他出來了，我才趕緊裝作打電話的樣子。程默是我老公，我怎麼會不幫他呢？但這次必須讓他長個教訓，搞清楚他自己在這個家裡的位置，要不然等我生了孩子，還不是得被他拿捏死？放心，他就是個軟飯男，不敢真的跟我生氣。難不成他還要用離婚逼我不成？要是真到了那步，我也沒辦法，只好妥協了。誰讓我那麼愛他呢？程默躲在單元門後面，聽得兩眼發亮。我收起電話，往小區角落裡那棟樓走去。那是緊鄰門口商業街的一棟公寓樓。以前我有想過要不要買一套當做投資，程默攔着我，這種 loft 買了一定虧，你不知道。這種樓裡面一般都有樓縫，當時我還不明白樓縫是什麼意思。程默紅着臉跟我解釋了很久，現在想想，他能知道這些事情，怎麼可能像我當時以為的那麼純情？我抬手敲了敲門，很快就開了。柳芝芝穿着吊帶短褲，靠在門邊，沒有讓我進去的意思。怎麼，是想親眼來看看你是有多比不上我嗎？我徑直往裡走，高跟鞋踩在地毯上，留下幾個難看的黑色鞋印。我確實比不上你，比不上你隨便一個人就能把腿分那麼開。這麼缺錢，要不要我再給你介紹幾個別的？他臉色鐵青，眯了眯眼。段優男，你少在那陰陽怪氣，不就是嫉妒我能搶走你老公嗎？我告訴你，程默一定會跟你離婚娶我的，看誰能笑到最後。我在心裡冷哼一聲，離婚嗎？正合我意，但我面上不顯。就你這種野雞貨色，還真以為能登堂入室？程默不過是嘴饞了，吃點騷的。過幾年，自然有更年輕漂亮的再撲上來。我何必跟你們一般見識？我一邊說，一邊把遠程錄音設備踢到沙發下面。你覺得
你除了身體還能給程默什麼呢？別告訴我是愛情。柳芝芝慌得不敢看我，眼神躲閃，晦暗不明。我看出來她這是聽進去了，這才慢悠悠地轉身離開，想讓程默主動跟我離婚。光靠我刺激他怎麼夠？當然還得讓柳芝芝給他吹吹風才行。如我所料，我剛離開沒多久，柳芝芝就給程默打了電話。程默心裡的悶氣還沒化開，對柳芝芝也沒什麼好臉色，火急火燎地找我來幹什麼？我最近沒空管你。柳芝芝語氣嬌柔，哥哥，人家也是想幫幫你嘛。程默不耐，就你不找我要錢就不錯了，能幫我什麼？柳芝芝收起綿軟的語氣，開始正經起來，幫你搞定段幽南。這兩個蠢貨合計出來的結果是讓程默倒打一耙，說我跟我那個老同學有一腿，對方是把程默當情敵，才處處針對。只要程默用離婚威脅我，那我一定會想辦法去擺平，甚至以後還會因為愧疚在他面前伏低作小。我摘下耳機，給程默的律師發消息：離婚協議準備好了嗎？那邊很快就回復了我，2份都準備好了，1份是財產平分的，1份是淨身出戶的。我滿意的給他轉了一個大紅包，坐在咖啡廳，悠閒的等着程默來找我談離婚。不到半天，他的電話果然打過來了。段幽南，如果不想我鬧得太難看的話，最好趕緊給我回家。說完不等我開口，立馬掛了電話。我慢吞吞地把蛋糕吃完，才開車往回走。剛一進門，程默就把離婚協議扔在了我身上。我裝作什麼都不知道的樣子，拿起那份協議，然後故作震驚地走到他面前。程默，你瘋了嗎？居然要跟我離婚？他冷眼看我，哼，既然你這麼看不上我，那就離婚好了，正好你也可以去找你那個事業有成的老同學了。我擠了幾滴眼淚，去拉他的手。老公，你在說什麼呀？我跟他就只是同學關係，什麼都沒有的。他演得比我還像。沒關係，他會為了你，處處跟我過不去。段幽南，我已經找人問過了，這次合作失敗，就是他在幫你出氣，氣你嫁給我了，還把一切都給我了。我深吸一口氣，開始委屈。要我怎麼樣，你才能相信我？他鬆了鬆領帶，冷漠玩味地看向我。相信你可以，除非你把談判的事情擺平，讓他重新跟我簽收購合約。我驚訝地皺了皺眉，後退了好幾步。老公，工作是工作，感情是感情，你怎麼能把2件事混在一起呢？這件事我不能答應。他把2隻手的關節捏得嘎嘎響，可能是真的把自己演進去了，氣得腮幫子都抽搐。我看準時機，又補了一句：離婚的事情，我當你是氣話沒說過，你先冷靜冷靜吧。他上鈎了，站起身踢翻了凳子。誰他媽跟你說氣話？離，明天就離。說完繞過我，摔門離開。我在他看不見的地方勾唇笑了笑。程默想當獵人還不夠格。第2天一早，程默約我在民政局見面。我刻意早到半個小時，看到他來了，立馬給他媽打電話。媽，程默要跟我離婚，他怎麼這麼沒有良心啊？這些年吃我的穿我的，現在說不要我就不要我了。程默一把拿過我的手機，直接掛斷。段幽南，這事你找我媽也沒用，婚事離定了。我鬆了一口氣，趕緊拿出提前預約的號碼，快步地往離婚窗口走。昨天晚上，程默離開家後去找了柳芝芝，他擔心用離婚逼我會假戲真做，跟柳芝芝商量，要不然算了，回來哄哄我道個歉。柳芝芝真是個好助攻，她和程默說，要是這個時候認錯，那他這輩子都抬不起頭了，不如明天直接民政局見面，看看我的態度。就算真的硬碰硬，
那不是還有30天離婚冷靜期嗎？只要到時候他撤銷離婚申請，那這婚就離不了。所以一大早，程默就乖乖的來了。可他根本想不到，他以為的後手是我的先手。等排號的時候，我問他：程默，一會就叫到我們了，你還要硬撐嗎？你真的打算跟我離婚？他有些慌，但是故意裝作不在乎的樣子。段優男，該認錯的人是你。如果你不想離婚，那你知道該怎麼做？我冷哼一聲，把昨天他扔給我的離婚協議撕個粉碎。好啊，程默，你長本事了。想離婚可以，財產分配我不同意平分，你必須淨身出戶。我看你一無所有，誰還會要你？他被我氣到面紅耳赤，幾乎失去了理智。段優男，你太過分了！難道這些年我對這個家一點付出都沒有嗎？是，我是賺的沒你多，但那又怎麼樣？外面倒貼老子的人多的人，不像你價清高。雖然是故意激怒他，但這樣傷人的話從他的嘴裡說出來，我的心還是有些隱隱作痛。我吸了吸鼻子，語氣森冷：程默，要麼你忍着，要麼你淨身出戶。他咒罵了一句，一邊打電話一邊出去了。不到2個小時，柳芝芝趾高氣揚地拿着文件袋來了。程默皺着眉說：你來幹什麼？他一臉委屈：我不是怕你着急，來給你送離婚協議嗎？他接過後粗略地看了一眼，然後飛快地簽下自己的名字。段優男，就算是淨身出戶，我今天也要跟你離婚。接過離婚協議書，我看了柳芝芝一眼，問程默：他是誰？程默把他往遠處推了推：普通同事，幫個忙跑腿。我挑了挑眉，給了柳芝芝一個你看吧的眼神。她一臉幽怨，倒也不敢真的當着這麼多人的面承認什麼。我拿起筆，確定是我讓律師擬的那份後，利落地簽下了自己的名字，再也沒有多說一句。拿到了離婚申請的所有材料，出了民政局，我第一件事就是開車去了程默的爸媽家。二老看到我，着急得不行：小段，你真跟程默離婚了嗎？2口子過日子，有什麼說不開的呢？我故意抹了抹眼淚，把孕檢報告從包裡拿了出來。他們高興壞了：小段，你懷孕了呀？那就更不能離婚了。我立馬給程默打電話，我按住了他們的手：爸媽，別着急，我懷疑程默出軌了。2個人連忙搖頭：不會的，程默怎麼可能出軌呢？他這麼愛你，我現在就給這個臭小子打電話問個清楚。我趕緊攔下，把今天在民政局見到柳芝芝的事情告訴了他們。說完還裝腔作勢地摸了摸肚子：爸媽，我不想跟程默離婚，但是我覺得他跟我離婚一定是因為那個女人，所以我打算考驗一下程默。如果離婚冷靜期這段時間他能跟我低頭認錯，保證等孩子出生後，以後什麼都聽我的，辭職在家當家庭主婦，那我就原諒他。程默爸媽對了一個眼神，試探地問我：那要是他不願意辭職呢？我哭得更大聲了。那我就在最後一刻攔下工作人員，畢竟我不能讓我們的孩子沒有爸爸呀。程默爸媽趕緊安慰我：小段，你放心，我們肯定是站在你這頭的。我點點頭，臨走的時候還特意交代他們，千萬別把我懷孕的事情告訴程默，我想看他真實的態度。程默爸媽也是連连保證，一定不會透露半句話的。當天晚上我就出了國，老同學接機的時候給了我一個大大的擁抱。優男，有沒有興趣來替我工作？你這次給我和於總的合作方案，我實在是太感謝了。要不是你，我還不知道程默會在中間撈一筆，把項目偷梁換柱對接給空殼公司。我趕緊跟他抱歉，都是我不好，信錯人才害你們的合作耽誤這麼久。
於總不知道什麼時候拎着箱子從我身後走出來。段優南，你知道耽誤了我們就好，還不趕緊開始工作？我在國外待了1個月，把2個公司之間的項目對接工作全部搞定，趕在離婚冷靜期最後1天回國，還特意穿了一件寬鬆的孕婦裙。沒回家，我直接去了民政局。路上的時候給程默發了個消息，來離婚。他到得比我還快，站在車門口抽煙，看到我這身打扮，下意識地想要扶我，但還是抽回了手。段優南，你現在跟我低頭還來得及。我有點裝不下去了，輕蔑地笑了笑。來不及了。他沒聽懂我的意思，跟在我身後進了民政局。工作人員準備蓋章的時候，例行詢問：你們倆都考慮好了？他皺了皺眉，掙扎着開不了口。我故意沉默的不說話，看了一眼手機上的時間，差不多該到了。果然，不到半分鐘，柳芝芝就衝了進來。她同樣也穿着一件孕婦裝，哭得梨花帶雨，撲進程默的懷裡。老公，我也可以給你生孩子的呀，你說過一定會跟他離婚，娶我的。我笑了笑，趁亂跟工作人員說，考慮好了，離婚。工作人員看到這種場面，手起刀落地蓋上章，趕緊把離婚證遞給我。程默想要阻攔，但是被柳芝芝拖着，根本騰不開身。誰說要離婚的？我沒答應，我不離婚。下飛機的時候，我給柳芝芝發了消息，和當初程默回國的時候，他給我發的消息一個意思。你猜今天去民政局，他是會選我還是選你？所以他會來演這麼一出戲，是在我意料之中。程默肉眼可見的慌了，他一把推開柳芝芝，趕緊跑到我面前。老婆，你別聽他瞎說，我跟他什麼關係都沒有，我沒想離婚。走，我們現在去撤銷。他拉着我要往窗口走，我甩開胳膊，嫌棄地看向他。來不及了。這句話他進來前沒聽懂，現在聽懂了，有些難以置信。你不是不想跟我離婚嗎？為什麼？我冷哼一聲，騙你爸媽的話，也就你這種傻兒子會信。你都吃屎了，我還要你幹嘛？我的目光冷冷地在他和柳芝芝身上來回掃視。他突然愣了一下，應該是想起來剛回國那天，我潑向他的開水和我諷刺他的那句話，所以你那個時候就已經知道了。我看向柳芝芝，托這位小吹的福，我知道的很詳細。他臉色慘白，緊咬着下唇，眼神飛快地閃爍着，思考該怎麼應對。我的時間很寶貴，拿到離婚證之後就不想在他們身上浪費時間了。提醒程默，離婚協議是淨身出戶，你送給小三的東西和錢可都是夫妻共同財產哦，記得盡快拿回來，否則我會起訴你的。說完，我抬腿離開，程默追在我身後。老婆，你聽我解釋，我真的沒打算離婚，都是這個女人害我的。柳芝芝聽到我說到淨身出戶，像是被打開了潑婦開關。什麼淨身出戶？程默，你個王八蛋，你騙我！你不是說就算離婚了，也有一般的財產嗎？老娘大學畢業就跟了你，現在你敢跟我說你一無所有了嗎？程默被柳芝芝拽着，又着急又上火，直接把他踹開。滾開，死三八！你就沒騙我嗎？還穿一身什麼樣的衣服來？老子雖然沒帶套，但是給你餵避孕藥了，你到哪裡懷孕去？兩個人在我身後扭打成一團，我心情舒暢地離開。於總開車來接我，遞給我一份合同。現在可以接受我的 offer 了吧？於總，我笑着接過，擁抱了他一下，問道：學校那邊都安排好了吧？他給我比了個 OK 的手勢，讓我趕緊上車帶我去慶祝。不到半天，程默和柳芝芝就上了熱搜。我讓於總幫我打印了一個巨幅的 H 形狀畫報，
把柳芝芝的朋友圈和她給我發的那些截圖，一個一個的拼成了一個巨大的 H， 然後掛在他們學校門口正對門的商場外牆上。H 正中間是柳芝芝的微信名截圖，吹缺的那個 H 我不給他。程默也被公司開除了，以工作失誤為理由，1分錢的補償金都沒有拿到。吃過晚飯，我想起來還有些個人物品在那個房子裡，讓於總把我送回去拿。他不放心，在樓下等我。我收拾得差不多的時候，收到他的消息，程默上去了。我沒有刻意躲開他，收拾完東西站在客廳裡，他看到我沒走，鬆了一口氣。楠楠，我這個稱呼，自從我生病之後，他再也沒有叫過了。現在我聽到，只覺得惡心，打斷他的話，朝他攤開手掌。程先生，請把戒指摘下來還給我。他瞪大了眼睛，倒吸了一口涼氣。把戒指送給他的那天，我跟他說，程默，這個戒指以後我們要帶進墳墓裡，死了才能摘下來。現在我讓他摘下來，因為他在我這裡已經死了。他把手背到身後，皺着眉朝我跪了下來。這一幕我期待過，那個時候我很想看到他痛不欲生的樣子。現在他真的這樣，我已經沒有過多的情緒和感覺了。戒指給我，我可以給你3個月的時間籌錢。要是我起訴的話，你爸媽那兒也不得安寧吧？他的眼淚大顆大顆地砸在地上，不敢抬頭看我，最後雙手顫抖地把戒指摘了下來。雖然這個戒指現在對我來說不是什麼重要的東西，但我並不想讓程默留着這麼個念想。收走戒指，我直接當着他的面扔進了廚房的下水道，然後拖着行李箱朝門口走去。電梯快到了的時候，他突然開口問我，段優楠，你跟我結婚這麼多年，到底有沒有愛過我？為什麼要對我這麼絕情？我不假思索地說，結婚而已，又不用交出真心。這是他的話，我原封不動地還給他。電梯下行的時候，我依舊能聽到他的哭聲。中介給我發消息，姐，那套房子明天有人去看房，可以嗎？我立馬回復，隨時。於總把我送回新家。我在路上把和程默有關的一切都徹底刪除了。他好奇地問我，你之前那麼愛他，為什麼突然就放下了？我打開車窗，把手放在窗邊感受夜風。第一次去找柳芝芝那天，我告訴自己我不要了。可能之前心裡還是難過理不清的，但是那一瞬間我突然解脫了。與其在一個不值得的人身上糾結擰巴走不出來，不如穿過層層霧障，好好愛自己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麼想說的、想吐槽的，歡迎在下方評論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給人間煙火點個訂閱，我將會分享更多優質的故事內容。